穿越斗罗，你成为一只百年魂兽白虎，虽然不愿意接受现实，却也无可奈何。直到觉醒自动增长修为的神级天赋，你才知道什么叫真相定律。每1分钟可以增加1年年限，1天便能增加1440年年限，不出10天便能成为万年魂兽。此时星斗大森林，你缓缓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尸山血海，满地白虎尸体。你挣扎着起身，想要离开这个鬼地方，突然脚下一滑，重重的砸在尸体堆上，凝聚的血水映出一张虎脸，额头上的王字也被鲜血模糊。怎么会这样？伤口处传来疼痛，双眼越来越模糊，无数记忆片段出现在脑海之中，耳边隐约传来打杀声，转眼便是满地的尸体。菊花关寻找许久，最后气愤的两手空空的离开。武魂殿竟然屠戮我全族！你咬牙怒吼，随即便昏迷过去。时间不知道过去多久，再次睁开双眼时，身上的伤口已经止血结痂，开始愈合。正当你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，眼前出现一道光幕，宿主每1分钟可以增加1年年限，目前总年限为101年。这样算下来，1天便可以增加1440年年限。最关键的是什么都不用做，不出10天便能成为万年魂兽，不出3个月星斗大森林横着走。到了那时，虽然不能踏平武魂殿，但是可以杀了菊花关报仇。一晃时间已经过去1天，密密麻麻的年限增加提醒铺满整个光幕，年限1540年。你起身向着山洞外走去，如今自己可是1000年魂兽，继续待在星斗大森林的最外围可不符合身份。你踏入一片阴暗潮湿的地方，一瞬间便感觉暗中有一双眼睛盯上了自己，警惕地看着四周，直到看到树干上刻下的人脸状斑纹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踏入人面魔蛛的地盘，随即准备退去。就在移动的瞬间，一道蛛网从暗中快速飞出，笼罩而来。你立马四肢用力跃向一边躲过攻击，只听哗的一声，人面魔蛛从高空落下，死死地盯着你。它腿长超过3米，起码有2000年的年限。这家伙不会就是唐三获取外附魂骨的那只吧？人面魔蛛立刻发起进攻，速度之快，眨眼的时间便出现在面前，不敢有丝毫的犹豫，怒吼一声，高高跃起，重重踩在人面魔蛛的背上，露出修长的獠牙，对准他的弱点眼睛咬了下去。人面魔蛛见状，立刻剧烈晃动起来，但没有什么效果，随即又翘起尾部冲天上释放蛛网。你依旧不管不顾，狠狠地咬下，只听咔嚓一声，4颗尖牙刺入人面魔蛛的眼睛之中，它不断剧烈挣扎，尾部喷吐出大量蛛网碎片和毒液，片刻之后无力地倒在地上，彻底失去生命气息。而你的虎躯上满是被毒液腐蚀的伤口，尤其是背部以及腿部的伤口，深可见骨，没有办法净化，只能将烂肉生生咬下，以免影响恢复。经过一番战斗，肚子饿得咕咕作响，只能含泪吃下眼前人面魔蛛的尸体。很快一阵困意袭来，你爬上身旁的大树，在茂密树叶的遮挡下陷入沉睡。睡梦中你只感觉自己的背部发痒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一样，想要查看却一时间无法睁开眼，只能无意识地不断低吼着，直到第2天清晨才缓缓睁开眼，伸展着四肢，只感觉昨天睡得好累，正准备从树枝上跃下，才发现自己竟然处在半空之中。定睛一看，8条散发着幽光的猪腿正张开挂在树枝上。外附魂骨，我一白虎竟然长出8条猪腿，这说出去谁信啊？你收回8蛛毛，转身落在地上，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自己竟然能获得其他魂兽的魂骨。就在疑惑的时候，不远处传来脚步声，你立刻隐藏起来。片刻之后，几道年轻的身影走近，于是你决定将计就计，对方愿意给这个破绽，当然要抓住，竟然敢一人面对，那就死。这时一人不断的在你眼前晃动，另一人则趁机向着身后绕去。你脚下用力一个飞扑，便攻向眼前之人，虎爪快速挥动，2道寒光迸发而出，那人还来不及反应，2道极深的爪痕便出现在他的躯体之上。他愣在原地，机械般的抬起手想要捂住伤口，却没想到双手竟然被砍成几截，在他抬手的瞬间散落在地上。低头看去，贯穿整个躯干的伤口深可见骨，胸口的肋骨断成几节，跳动的心脏上不断的喷出鲜血，最终无力的倒在血泊之中。此时另一人的攻击已经落下，你扭头一声怒吼，虎爪凌空挥舞道寒光快速闪过，打在对方的身上。你和魂宗同时倒飞而出，鲜血在空中洒落。那只白虎见状，强撑着重伤的身体走到你身边，关切地舔舐着你的脑袋。直到这时，你才发现自己救下的竟然是昨天求偶的母白虎。看了一眼背部的伤口，虽然鲜血直流，但是没有伤到骨头，养个几天也就好了。你起身走到最后一位魂宗面前，此时对方还剩下一口气，他眼神中满是绝望，想要说什么，但是被涌出的鲜血堵住了喉咙。你的虎爪重重踩下，结束了他的生命。你正打算离开，却听到母白虎低声呜咽着，扭过头看着对方，发现他的双眼之中满是崇拜。没想到英雄救美在魂兽中也管用。你低吼几声示意母白虎离开，同时在对方的注视下，双腿站立，2只虎爪抱于胸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母白虎被你的举动吓得不轻，立刻摆出防御姿势。你见状，立刻带着猎物回到自己的地盘，熟练的去毛洗干净，上火烤。几天下来，虎爪用的越来越熟练，过不了多久就能完全和人手一样灵活。吃过饭之后，你在一些不知名的花草面前嗅着，随即摘下一些捣碎了敷在伤口上，潜意识告诉你这些花草能够帮助自己快速恢复。很快疲惫感袭来，你缓缓闭上眼睛入睡。深夜一阵阵脚步声在森林中响起，忽而微动，你立刻睁开眼睛，只见一个个身穿武魂殿制服的魂师快速在星斗森林外围穿梭。片刻之后，你走进第一个目标百年魂兽蜂鸟的地盘，威压瞬间释放，蜂鸟立刻被吓得昏迷过去，掉落下来，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。本来想大棒加枣，先腾后填，以此来收服魂兽，没想到他胆子太小，还没来得及给枣，你无奈的捡起蜂鸟，走向百年斑斓猫的地盘。刚刚踏入，便听到对方威胁的低吼声，缓步上前，百年斑斓猫
此时也察觉到你身上传来的威压，瞬间温顺的匍匐在地，讨好的呜咽着。你毫不留情的踩在他的脑袋之上。小猫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林玄的小弟，有没有问题？原本极具惊恐、已经吓尿的百年斑斓猫，立刻惊喜的瞪大了双眼，不断的伸出舌头舔舐着你的虎爪。喵喵喵，太愿意了！我一只小小的百年魂兽能成为白虎大佬的小弟，简直求之不得。此时昏迷的蜂鸟醒来，疑惑的站在你的头顶。月竟然没死！你伸手将蜂鸟捏下，它体积极小，甚至都没有一根虎爪大。小蜂鸟，给你2个选择，一个是被我喂猫，一个是成为我的小弟，你自己选。我愿意当白虎大佬的小弟。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好事能降落在他的头上。不过从今天开始，他蜂鸟也是有靠山的人了。百年斑斓猫也凑上来，老大，那边有一只300年的青花蛇，之前追杀过我，您可要给我报仇啊！带路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天色将黑。你坐于巨石之上，看着下方自己收服的小弟，虽然都是些百年不到1000年的魂兽，但胜在数量多。都散了吧，记住我的话，盯住来星斗大森林中的武魂殿的人，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蜂鸟快速穿梭在森林之中，直到看到龙宫蛇婆和赵无极一行人远离，这才飞回。老大，他们离开了。多谢老大，救命之恩。不必这么客气，既然是我小弟，当然不会丢下你不管。此话一出，其他魂兽都瞪大了眼睛，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当小弟竟然还能得到保护。以前他们这些低年限魂兽只能被高年限魂兽欺负击杀，成为对方果腹的粮食。你看着周围的小弟，意识到自己应该趁机讲2句笼络兽心。兄弟们，我们魂兽一直都是一盘散沙，各自为战，所以就只能被那群人类魂师杀害，成为他们的魂环。因此，人类魂师变得更强。等他们再次达到瓶颈之后，又会来杀害魂兽，获取魂环、魂骨，如此一直循环下去。同胞死的越多，人类魂师便越强，最后魂兽只能成为他们追寻强大力量路上的垫脚石。如果我们团结起来，共同抵御魂师的猎杀，那么人类魂师的魂力等级就会停滞不前，力量就会被削弱，而我们魂兽则不受影响，年限一直都可以增加。如此一来，双方的局面便会反转过来。所以各位魂兽，我们必须团结，不能任由人类魂师宰割，必须反击！你举拳怒吼，呼啸声几乎传遍整片星斗大森林，所有的魂兽都呆愣地看着你。此刻现场极其安静，就在你以为自己玩脱了的时候，魂兽们齐齐仰天怒吼：老大，我愿意跟随你，反抗人类魂师！众魂兽齐声大吼，在这一刻，他们将你视为救世主。你轻压虎爪，示意安静。众魂兽苦天下魂师久矣，这条路很艰难，但是我不会放弃，我一定会带领大家走下去。一时间，所有魂兽释放全部力气怒吼，表明愿意跟随的决心。百年蜂鸟立刻飞起，发出尖锐的鸟鸣声，周边的魂兽立刻惊动，快速集合。很快，你踏入鬼王虎的地盘之中，其他的魂兽全部站在领地之外。百年斑斓猫十分激动，老大，别留情，弄死他！突然，他闭上嘴巴，快速低下头，仿佛刚刚嘶吼的不是他一般。只见眼前出现一只黑虎，对方的身上没有虎纹，背上有着3道骨刺起，一双眼睛一金一银，尾间携带骨刃。白虎，你来我的地盘做什么？找死吗？我来是邀请你加入我们，一群乌合之众，连做我猎物的资格都没有。加入我们，一同对抗人类魂师。就凭你能打赢我再说吧，打不赢我，你只能成为我的口粮。他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时间，立刻攻来，你也不甘示弱，同样怒吼一声冲了上去。鬼王虎见到对方竟然双腿直立，将柔弱的腹部暴露在他的攻击之下，瞬间变得兴奋起来，加大进攻的力度。你双腿用力猛地跃起，在鬼王虎惊讶的眼神中稳稳地落在对方的背上。你不会以为我那么傻，将弱点暴露给你吧？小看我的时候，你的动作便慢了1分。鬼王虎奋力地想要挣脱你的控制，尾部的骨刃突然射出，得意什么？你猛地一拍，骨刃立时被拍飞。鬼王虎冷哼一声，周边立时出现3道实体分身。你不过是一只普通白虎，能成长到现在的程度，实属不易。不过你自寻死路，我也没有放过你的道理。要打便打，说那么多废话做什么？你抬起虎爪，便猛地向着身下的鬼王虎分身拍去，一爪落下，分身的脑袋瞬间破碎。鬼王虎闷哼一声，缓缓吐出一口气，不过是灭了我一道分身而已。鬼王虎缓缓后退，消失在身后的阴影之中。你猛地怒吼一声，虎爪交叉猛地挥下，立时2道攻击飞出，向着阴影之中攻去，却没有激起任何波澜。你环顾四周，鬼王虎的领地之中阴影众多，非常适合隐藏，现在只能露出破绽，引诱他自己出来。你缓缓转动身子，警惕地看着四周的阴影。果不其然，鬼王虎猛地从身后扑出，你连忙回头和对方撕咬在一起，互相攻伐不断。就在鬼王虎即将落败的时候，一道声音从背后响起：白虎，你还是太嫩了。只见鬼王虎银瞳闪烁，释放出精神震荡波，你霎时间感觉头痛欲裂，不断地晃着脑袋，就连身下的鬼王虎分身都无法压制。去死吧！他一口咬在你身上，4颗獠牙深深刺进体内，但是你依旧没有丝毫反抗之力，只感觉头痛欲裂，精神恍惚。此时，又一只鬼王虎缓步从阴影之中走出，连我的分身都打不过，还想收我当小弟？你看着出现的3只鬼王虎
虎心里盘算着可算起了，如果刚刚忍不住出手，那么鬼王虎本体便会继续隐藏。随着他逐渐靠近，你双眼之中的痛苦之色也已经散去，刚刚的一切都是装的，为的就是骗鬼王虎出来。白虎，虽然你我同族，但是魂兽之间的战斗就是这样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这时你抓住机会猛地跃起，开始反击，仅仅2个呼吸的时间，已经将身前的2只分身击杀。鬼王虎本体接连2声闷哼，口中流出鲜血，不断的晃着脑袋。你猛地扑去，将他压在身下。鬼王虎，你很自大，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，一死，2成为我的小弟。我是绝对不会屈服的。你没有丝毫废话，立刻撕咬着鬼王虎的身体，他惨叫着，鲜血不断流出。百年斑斓猫这时跑了过来。鬼王虎，你加入我们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白虎老大号召我们魂兽要团结，这样才能抵抗人类魂师的屠杀。难道你想成为人类魂师的魂环，就连魂骨也被吸收吗？这只小猫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，我们魂兽为什么要成为人类魂师变强的垫脚石？我们为什么不能抵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愿意加入。你这才放开鬼王虎，恭敬地趴在地上。鬼王虎见过白虎大人。既然加入，大家都是兄弟，以后好好相处，一起抵抗人类魂师。围观的魂兽立刻大叫起来：白虎老大威猛！恭喜白虎老大收下1员猛将。老大，我刚刚做的也很好吧？我劝降了鬼王虎。你自然知道斑斓猫的心思，一把将它举起，让我们一起欢呼。百年斑斓猫哪里受过这样的待遇，立时感觉死了也值得。随后你吩咐手下魂兽找来一些止血恢复的药草，碾碎之后给鬼王虎和自己敷上。你认为这件事能成吗？当然，这里的情况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强大的人类魂师知道，到时候一定会进来调查。你不过万年魂兽，哪里能抵抗人类封号斗罗级别的魂师？那你可知道，在8天之前，我也不过是只百年魂兽。鬼王虎瞳孔瞬间紧缩，吃惊地看着你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，只需要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我便能成长为10万年魂兽。你跟我说这些，不怕我杀了你，夺取你的机缘？你杀不了我，还是安心当我的小弟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鬼王虎笑了笑，趴在地上休息起来。你也起身离开，回到自己的领地。百年蜂鸟此时不在身边，他被你派出去暗中盯着人面魔蛛。入夜蜂鸟的鸟鸣声突然响起，你立刻睁开眼，快速向着声音传来的地方赶去。片刻之后，你出现在鬼王虎的领地之中。此时，人面魔蛛已经被卸掉8条腿，失去了反抗的能力。老大救我！鬼王虎想杀我。鬼王虎则依旧站在原地。你准备怎么处理？不急，等其他魂兽过来。百年蜂鸟快速从远处飞来，落在你肩头，小声说着话。没多久，所有魂兽聚集，大家看到这里的情况，全都皱起眉头。神面魔蛛，我问你，你确定是鬼王虎想要杀你？对。难道不是你想趁鬼王虎重伤吞了他？当然不是。人面魔蛛，你别装了，老大知道你阴险狡诈，不会这么轻易归顺，一直让我盯着你。今天鬼王虎受伤，你终于按捺不住出手，还敢狡辩，真是无耻啊！兽阶，魂兽中的败类。你轻轻抚摸着蜂鸟的羽毛，将他的暴脾气安抚下来。诸位兄弟，这件事情很明显，人面魔蛛根本就是假意加入我们，实际上他不过是想趁着我们重伤的时候偷袭。其他魂兽立刻怒吼不断，都气愤地看着人面魔蛛。兄弟们，我们该怎么处置他？杀了他，吃了他！你上前抓起无法行动的人面魔蛛，直接扔进兽群之中。老大不要，求你放过我！人面魔蛛眼见自己就要葬身魂兽之口，立刻害怕的求饶，但是他转瞬间被其他魂兽死死的压住，根本不给他反抗的机会，转眼便将其分食殆尽。你此时怒吼一声，将所有的魂兽镇住。众兄弟，我们既然聚集在一起对抗人类魂师，那么就要有规矩，谁若是触犯了兽规，众魂兽得而诛之。下面我宣布兽规：第1，加入即是兄弟，不准兄弟相残，要互帮互助；第2，要一致对外；第3，不准违抗调遣；第4，义气当先，利益靠后；第5，你们把这些兽规给我记在心里，背得滚瓜烂熟。哪只魂兽敢违反，不论你是谁，是多少年的魂兽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现在都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继续扩展地盘。一声令下，魂兽全部散去。鬼王虎走上前来，老大，看来你早就有这个想法了，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。对，有规矩才能走得更远，不然和之前有什么差别？兽规我会背熟的，不过我们也该有个名号，就像人类的武魂殿、昊天宗之类的名字，我们就叫万兽殿。转眼太阳再度升起，年限13060年。你带着麾下一众魂兽开始向着混合区扩展，那里的魂兽年限比外围的强了许多。不过胜在魂兽多一拥而上，倒也没有太大伤亡。百年斑斓猫突然来报，老大，有只骚狐狸想见您。让他进来。没多久，一只优雅的3眼妖狐妖娆地走了进来，对方一身银白的毛发异常顺滑，每走过一步都留下淡淡的蓝光。最让你印象深刻的还是他眉心处宛若水晶一般的第3只眼，瞳孔竟然分为3层，它的七尾如琉璃，上面似乎燃烧着淡淡幽蓝狐火，每根上升有独眼。你不禁感叹：大王，人家来投靠你了。你顺势将3眼妖狐搂在怀中，抚摸着它身上的毛发，不得不说毛发异常的顺滑，比撸猫爽多了。大
大王真是心急啊！你眨着眼睛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。虽然眼前的三眼妖狐放在狐狸之中也是绝美的那一只，可你还是欣赏不来。你立马将三眼妖狐推开，双眼看着远处。你要加入我万寿殿？当然，白虎大王的威名，妾身早就如雷贯耳，对您迷恋的很呢。你们狐狸一族这么骚吗？看大王您说的，您喜欢吗？你加入我万寿殿，自然是欢迎的。不过你这个做态就不必了。三眼妖狐有些惊讶，他这一招几乎百试百灵，哪知魂兽不是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任他驱使，怎么到了这里不管用了？对方看起来还一副嫌弃的样子。大王，三眼妖狐还是不死心，再次往你身上蹭去，同时悄悄发动自己的魅惑技能。你只感觉自己的眼神不受控制地盯着三眼妖狐，甚至他变成了妲己一般的模样。此时三眼妖狐走到身前，口中吐出香气。大王，你喜欢妾身吗？你面带微笑，狐爪轻轻抚过三眼妖狐的毛发，百年斑斓猫立刻发出尖叫，想要提醒这只骚狐狸竟然蛊惑老大。可三眼妖狐的一只狐尾猛地竖起，上面的单眼盯着百年斑斓猫，瞬间便让其陷入魅惑之中。你的狐爪不断攀升，在三眼妖狐的脖颈处突然用力。你是在找死吗？他的脸色突然变得惊恐起来，身上不断闪过金色的光纹，立刻求饶。大王，对不起，不敢了。你依旧没有收力，反而加重力道，眼中满是杀意。你知不知道以下犯上是什么惩罚？大王，我真的错了。眼看他不断的翻着白眼，你这才放开。念在你是初犯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如果你再有下次，我一定杀了你。三眼妖狐大口大口的呼吸着，不明白自己的魅惑技能为什么没有用。不过他毕竟是万年魂兽，实力自然不止这点。忌惮的看了一眼阴影处，刚刚踏入领地，他就能察觉到从中传来的威胁。哎呀，大王，妾身只是开个玩笑，您怎么还真的生气了呀？既然你愿意，那就留下吧。多谢大王。此时星斗大森林外围，百年蜂鸟急匆匆来报：老大，有一队武魂殿的魂师进入森林了，5名魂王带队16位魂宗。你眼中寒光一闪，召集所有魂兽，围杀他们。片刻之后，你带着众魂兽在暗中看着缓缓行进的武魂殿队伍。上面让我们这次来，只是为了猎杀一只白虎。我再说一次，不是猎杀，是捕捉。什么魂兽还让我们来抓？那是一只能够双腿直立的白虎。开什么玩笑！既然派我们来，那只魂兽的实力自然不会太强。5位魂王，16位魂宗，绰绰有余了。实力不强的魂兽抓回去有什么用？浪费时间。谁知道呢？上面动动嘴，我们跑断腿吗？都小心点，这里太安静了。通过几人的谈话，你知道对方是来抓自己的。不过武魂殿的行动有些慢啊，距离上次那波人回去到再次派人来已经过去好几天了。你的麾下可是增添了不少大将，眼前的这些魂师可不够兄弟们吃的。想到这，你从树上跳下，落在武魂殿之人的面前，双臂抱在胸前，身影如同遮天蔽日一般。听说你们在找我？武魂殿的人全部惊恐地看着突然出现的白虎，这真的是他们5位魂王16位魂宗能够拿下的吗？几人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释放求救信号。他们现在已经在心里将下任务的那个家伙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，此时也早已没有了对抗的意志，只想立刻逃跑。刚刚转过身，便发现他们竟然被魂兽群所包围，所有的去路都被挡住。你们来了就走，别人还以为我星斗森林的魂兽没有教养，连待客之道都没有呢。你的声音宛若催魂的地狱之音，将几人吓得脸色煞白。一帮魂兽要什么教养，要什么待客之道，这都是从哪学来的糟粕？他们现在只想离开这里，回家找妈妈。当魂师太危险了，兄弟们，好好招呼我们的客人。一众魂兽立刻向着武魂殿的人扑上去，首当其冲的便是16位魂宗。他们在数不清的魂兽的围攻下，鲜血四溅，瞬间丧失战斗力。随着一道撕裂的声音响起，一股鲜血溅在其中一位魂王的脸上，滚烫的鲜血让他浑身都不由得一抖，这才回过神来。既然都是死，怎么能不拉几个畜生垫背？他一身魂力激荡，开启武魂向你冲去。就算要死，老子也死得轰轰烈烈。其他几位魂王见状，也被激起豪壮之心，当下开启魂环，跟随那位魂王冲来。你怒吼一声，虎爪夹带着强横的力量猛地拍出，冲在最前面的魂王瞬间破碎，半边身子都在空中炸开，鲜血化成血雨洒落在其他4位魂王的身上，瞬间将4人心中的豪气浇灭。他们呆愣地站在原地。鬼王虎突然从阴影中飞出，一口咬掉一人的脑袋，再次快速回归阴影之中。三眼妖狐第3只眼射出金光，其中一名魂王沉沦于爱欲之中，竟然伸手刺入自己的胸膛，将心脏生生扯出捧在手中，双膝跪地痴迷地看着三眼妖狐。仅剩的2位魂王此时已经吓傻在原地。魂兽多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这么强？魂王级别的魂师竟然被一招击杀。你缓步走到仅剩的2位魂王身前，高大的身影压迫得他们喘不上气来。你将虎爪放在2人的头顶。今天是我跟武魂殿收取的利息，放心，会有更多武魂殿的人下去陪你们。2颗脑袋瞬间爆碎，红白之物四溅。你看向周围等待已久的魂兽，兄弟们，吃吧。片刻之后，一众魂兽分尸完毕，都站在原地等着你的命令。众兄弟，吃
吃饱喝足，干活吧。转眼又是一天过去，你的年限增长到15940年，但是现在地盘的扩展已经越来越慢。混合区之中鱼龙混杂，没有外围区域那么好打。不过你又想到一个好主意，小蜂鸟，你给我找一些嗓门大的魂兽过来，我有很重要的任务安排。百年蜂鸟立刻飞起，快速穿梭在星斗森林之中。一些魂兽闻讯赶来，你看着站在面前的一排排魂兽，不知道自己的麾下竟然拥有这么多奇葩。虽然不是同一个品种，但是都有着一些共同点，要么嘴巴大，要么肚子大。你们跟我说，魂兽要团结，要共同抵御人类魂师，欢迎加入万兽殿。一时间，各种魂兽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声音极大。好，都会了吧？你们一会儿就这么喊，换着来，累了就休息，但是广播不能停。距离外围最近的山洞之中，万年地穴魔蛛正在沉睡，魂兽的叫声远远传来，钻进山洞之中不断回荡，久久无法消散，最后全部钻进地穴魔蛛的耳朵。它的身体跟随着声音不断的抽搐着，缓缓醒来，露出猩红的双眼，疯狂的摇晃着脑袋。吵死了！万年地穴魔蛛走出山洞，一眼便看到站在外围区域和混合区边缘的大嘴巴魂兽，他怒吼一声，尾部吐出一道蛛网，将几只魂兽笼罩，转眼便拉到眼前。你们很吵啊，知不知道？魂兽要团结，你要加入万兽殿吗？魂兽之间不要互相残杀。几只魂兽此时已经忘了求饶，被吓得只剩下机械般的广告语：全部给我闭嘴，不然我现在就吃了你们！我们是万兽殿的，你吃了我们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万兽殿是什么？没听过。这时百年蜂鸟飞回你身边，老大，广播的魂兽被抓走了。你正享受着三眼妖狐的按摩。谁干的？万年地穴魔蛛，老大救命啊！晚了那些兄弟可就被吃了。带路。大王，妾身跟你一起去。片刻之后，地穴魔蛛洞穴之前，你看到几只魂兽还活得生龙活虎，当下也是松了一口气。老大，你终于来了！老大，快救我们啊！地穴魔蛛说，等他睡醒了就过来吃我们。老大，我不想死啊！我还没成为万年魂兽呢。你的虎爪挥过，包裹着几只魂兽的蛛网被切割开，它们立刻落在地上，开心的拥抱在一起。终于不用死了，我太开心了，我不用被吃了。行了，别哭了，我们堂堂魂兽怎么能像人类一样哭哭啼啼个没完呢？记住，我们魂兽只有流的血，没有流的泪。几只魂兽立刻止住哭声，你们冲着洞口喊，把地穴魔蛛喊出来，老大给你们找回场子。还睡？我们老大收你来了，还不滚出来拜见我们老大！几只魂兽不断的大吼大叫着，刚刚睡下的万年地穴魔蛛再次被吵醒。我要你们现在就死！他怒吼一声，立刻冲出山洞，看到洞口的你以及三眼妖狐，动作一顿。你们来我这里做什么？这是我的小弟，你抓了他们，当然是来找回场子的。他们吵个不停，你知道吗？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休息了。当然知道，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，你有意见？白虎都是万年魂兽，你说话最好客气些。真要打起来，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。你毫不客气的一虎爪甩在他脸上，你在威胁我。地穴魔蛛瞬间大怒，8条猪腿伸展开来，几乎达到和你双腿直立一样的高度。看来你真的要和我开战了。此时星斗大森林之中，不少学院都带着学生来获取魂环，准备着即将到来的全国魂师大赛。一旦能取得不错的成绩，不但学员们能够有更好的前途，魂师学院也会因此名声大噪，来年生源也不用担心。老师，根据地图上的标记，我们马上就到500年烈焰豹的领地了。一会儿这只魂兽就交给你们锻炼锻炼。片刻之后，随着一声怒吼传出，一行几人全部惊慌失措地跑出来，个个脸色煞白。老师，地图上明明标记的是500年烈焰豹的领地，怎么变成2000年岩蛇王了？青斗森林之中魂兽众多，地盘自然也不固定，可能是这只2000年的岩蛇王喜欢烈焰豹的地盘，所以抢了过来。地图上没来得及更新，我们去下一个目标魂兽的位置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停下脚步，仔细地核对着地图上的位置和周围的环境。老师，就是这里了，500年烈焰鸟所在地。这次应该不会错了，进去之后小心谨慎。没多久，几人愣在原地，大脑瞬间宕机。你路过烈焰鸟的领地，随即进来烧烤，没想到刚刚将瘦肉架在火上，竟然走进来一队魂师。烤肉在火上滋滋冒油，香味随风而来，钻进不知名学院几人的鼻中。快跑！几人立刻扭头便跑。在这一刻，他们甚至能够听到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声。不知道跑了多久，几人精疲力竭地靠在树边，全都心有余悸地看着之前的方向。带队老师汗如雨下，嘴唇发白，嘴里还在不断地咒骂着卖地图的人。真是个奸商！老师怎么办？我们还找吗？当然要找，晚一天获取魂环就晚一天升级。现在我们的时间可不能浪费。这次老师以多年经验带你们寻找合适的魂兽。直到黄昏，一队队魂师狼狈地走出星斗大森林，他们的眼中全是劫后余生的庆幸。该死的奸商，拿什么时候的地图糊弄我？
其他人见状也都拿出地图泄愤。奸商，我找这500年的烈焰豹，跟着地图走进2000年的炎蛇王领地。你已经够幸运了，我们不过是想找只千年魂兽，结果闯进一只白虎的地盘，它能够双脚直立，动作神态几乎跟我们没有区别。我们今天也见到一只白虎在烤肉。咱们买的一家的地图啊，奸商，找他去！所有人立刻一拍即合，气势汹汹地向着附近的城镇走去。你这个奸商，卖给我们多久之前的地图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差点被你害死？王八蛋，想挣钱想疯了吧你？必须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不然我们砸了你的店！店主冷眼看着不断叫嚣的魂师，眉头微皱。闭嘴！强大的魂力爆发，现场立马安静下来。你们说地图不准确？废话，要不然我们能这么气愤的来找你？店主接过一人手中的地图，仔细对比，确定是他店内出售的无疑。售卖之时，便与大家说过，魂兽之间攻伐严重，会有些许误差，这点哪里都一样。我找600年蜂鸟，结果跟着地图闯进3000年石甲溪的地盘，还好我跑得快，要不然现在就是一具尸体了。你一句些许误差就结束了？店内群情激愤，店主眉头皱得更深。诸位，本店隶属武魂殿，你们反映的事情我会如实上报，等查明之后，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此话一出，店内所有魂师都面面相觑，心中的火气瞬间消散。武魂殿哪里是他们这些人能惹得起的？魂师一个接一个的离开，虽然心里憋屈，但是全都不敢说。转眼1天时间过去，单论年限的话，你如今已经堪比60级魂帝级别的魂师。如果火力全开的话，面对70级魂圣级别的强者也能一战。你的心思瞬间活络起来，如今的实力暂时走出星斗大森林，应该没有什么危险。不过进入人类世界还是要打扮得像人一点，就这么顶着一身白毛，立马就会遭到强大魂师的围杀。而且你也不打算进入城镇之中，只需要去小山村就可以了。这么多天吃烤肉没有调味料，吃的嘴巴都淡出鸟来了。我决定了，过2天我要去趟人类村庄。老大，千万不能去啊！你会被人类魂师杀死的。老大，我们还等着您带领我们万兽殿一统星斗大森林呢，千万不能冒险啊！没事，我这次去只走山道不走大道，避开人类城镇，买些东西便回来。老大，还买什么啊？进入星斗大森林的魂师那么多，我们直接抢不就完了吗？斑斓猫，我是怎么教你的？我们虽然是魂兽，但是也不能丢份。最关键的是，那些魂师进来是为了猎杀魂兽，又不会带什么好吃的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，谁都不用再劝。老大，我跟您一起去，我的速度快，飞得高，视野开阔，对老大很有用的。老大，您看我们能做些什么？我给你们2天的时间，把在星斗大森林外为魂师的衣服物品全部扒光送过来。麾下魂兽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是对于你的命令却执行到底。老大放心，在外围的魂师一个都跑不了，扒光他们一点不留。转眼一群魂兽已经将一队魂师包围，怎么办？怎么这么多魂兽啊？我还不想死啊！看来我们今天是在劫难逃了。魂兽群慢慢逼近被包围的魂师，他们伸出爪子指着几人身上的衣服。等等，这些魂兽好像不准备对我们动手啊，他们看起来在要我们的衣服。不是吧？一群魂兽要衣服干什么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其中一人立刻脱下外衣，那只魂兽点点头，但是眼神却没有离开对方的身体。那人不敢迟疑，继续脱衣。转眼他身上只剩下一件衣服，但是魂兽群依旧盯着他不放。魂兽大爷，我全身就剩下这一件了，不脱了吧？一众魂兽见到他久久没有动作，立刻低吼，眼神变得凶狠起来。别，我脱还不行吗？直到最后一件衣服脱下，一众魂兽这才将眼神转移到下一个人的身上。他们真的只要衣服，快脱啊你们！1天下来，凡是在外围的魂师几乎全部被扒光了衣服，灰溜溜的捂着要害走出星斗大森林。这里的消息传出之后，不少魂师根本不相信。第2天闻风而来，当他们被一大群魂兽围住的时候，只能颤抖着脱下自己的衣服。这都是什么情况啊？魂兽要我们的衣服做什么？这也不错，起码我们能够脱衣保命啊！你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我倒觉得现在也没有那么羞耻了。本来就是这样啊，命重要嘛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从这1天开始，一个消息在人类底层魂师之间疯传：星斗大森林生存秘诀，被大量魂兽包围时可脱衣保命。2天过去，你的年限达到20260年，底气更加的足了。你将所有的衣服缝合在一起穿在身上，顺带着还给自己弄了一个斗篷，这样一来便能将全身遮住。在小山村之中，只要不遇到魂师，几乎没有暴露的可能。可惜了，没有一个能够遮掩气息的东西，不然去城镇的大酒店多好。你趁着夜色离开，5、6米高的身体藏在巨大的斗篷之下，遮挡得严严实实。走出星斗森林之后，整个人都轻松不少。之前总觉得自己就是一只魂兽，很多时候都有些按捺不住原始的兽欲，这也是如今冒险出来的原因。老大，这就是人类世界吗？和星斗大森林果然不一样啊！这里没有那么多参天大树，我想怎么飞就怎么飞。片刻之后，百年蜂鸟突然落在斗篷之上。小蜂鸟，怎么了？老大，
前面升起好大的火光啊！你立刻加快速度，站在高处望向远方，只见远处的村庄正被火光吞噬，山贼正骑着高头大马疯狂地烧杀抢掠着。你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立刻加快速度，向着村庄之中狂奔而去。大爷，求求你放过我家女儿吧，她马上就要出嫁了。那大爷，我必须要尝尝鲜了。山贼将少女拉进一旁没有着火的房子中，疯狂地撕扯着对方身上的衣服。爹，救我！接着一道响亮的耳光响起，少女瞬间被打晕过去。大爷看上你是你的荣幸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屋外的老头看着这一幕，目眦欲裂，他抄起一根木棒便大吼着冲了进去。老子和你拼了！与此同时，你终于赶到，看着村庄的惨状，鼻孔中重重地喷出2股热气。王八蛋！你伸出虎爪，一把将正在实施暴行的山贼抓了出来。5、6米的身高，再加上压倒性的气势，竟然将他吓得尿了裤子。大哥，我们是黑风寨的，你给个面子，这里的东西女人，您需要什么随便拿。下一秒，你虎爪用力，山贼的脑袋瞬间如同西瓜一般爆碎，无头尸体无力地倒在地上。房间中的妇女立刻走出来，跪在你面前，多谢大人救命之恩。此时，星斗大森林不远处的黑风寨内，刘生喉头滚动，呼吸都有些急促。大人，我不是那种人，要不我去找几个好看的小白脸。你淡淡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刘生满脸绝望，片刻挣扎之后，像是认命了一般，挥手让其他人都出去，都离这个房间远点儿。一会儿不管发出什么声音，谁都不准进来。刘生不断的深呼吸着，没想到这次来的大人竟然有龙阳之好，关键还看上了他，真是要命。但身为黑风寨的老大，刘生享受着收刮来的民脂民膏、荣华富贵，他舍不得放弃这些。刘生坐在你身边，倒上一杯酒。大人，我是第一次，一会儿还请温柔些。放心，肯定让你感受不到痛苦。那小的就多谢大人了。刘生松了一口气，看来眼前的大人也是一位疼惜人的主。你满足的打了一个饱嗝，将手中的骨头扔在桌子上，起身清洗着虎爪。刘生见状，心跳不由得加快。大人，您能不能解除武魂真身？这就是我的本体。大人别开玩笑了，您难道还能是魂兽不成？对，我就是魂兽。你转过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刘生，伸出虎爪抓住他的脑袋，将其提起。山贼都在这里吗？刘生此时才知道自己认错人了，眼前的这位根本不是来收费的使者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告诉你，黑风寨背后可是天斗帝国的军队，识相的赶紧放我下来！你抓着他的脑袋，将其重重的甩在地上，只听轰的一声，刘生只感觉全身骨骼断裂，内脏剧痛，他哇的一声口中吐出大量鲜血。你竟敢这么对我，你就不怕天斗帝国军队报复吗？天斗帝国军队会为了你一个小小的黑风寨展开报复？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你抓住刘生的脑袋，一下又一下的砸在地上。来人啊，你们这帮王八蛋都死哪去了？不远处黑风寨中的所有人都在惊讶的看着这边。老大刚刚是不是在叫我们？那你进去看看。老大可是说无论发出什么声音都不准进去，还是算了吧，万一撞见老大辈，那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？巨大的声响不断从房间之中传出，一帮山贼的脸都扭曲在一起，倒吸凉气的声音不绝于耳。这么大的动静，老大还能扛得住吗？谁知道呢？现在都听不到老大的声音了。老大，为了我们这个山寨，真是牺牲太多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此时房间之中，你看着整个人宛若一滩烂泥的刘生，毫不留情捏碎他的脑袋，尸体无力的掉在地上堆成一坨。你拉开门走出房间，见到大批人正在围观。见过使者大人。你点点头，随意的甩着虎爪上的红白之物。这一幕让围观的山贼连连倒吸冷气。你们所有人都在这里了吗？回大人，黑风寨的山贼都在这里了。你点点头，强大的威压从体内爆发，将一众山贼压得瞬间趴在地上，就连呼吸都极其困难。不知我们哪里做的不够好，还请大人明示。你没有说话，直接将其中一人的脑袋瞬间拍碎。红白之物见了距离最近的黑风寨二当家一脸，他瞬间愣在原地，眼看虎爪已经伸来，连忙回神。大人，我愿意。你一顿满脸的问号。你要结婚啊？上来就是你愿意。下一刻虎爪拍下，黑风寨二当家的脑袋瞬间爆碎。大人，只要您不嫌弃，我也愿意。你看着突然发疯的山贼，将他们的脑袋同时震碎。疯了吗？愿意什么？随后你勾手将地牢的钥匙拿起，片刻之后被关押的少男少女全部被放出。他们看着倒在地上的无头山贼，个个恨得咬牙切齿。终于一人跑出，疯狂地厮打着地上的尸体，其他人也一股脑冲出发泄着愤怒。他们的村庄家庭全部被这群畜生所害。你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切，自己能做的只有这些。时间渐渐过去，夜色加深，发泄到精疲力竭的少男少女此时的情绪终于得到缓和，他们一个个走到你面前跪下，多谢恩人救命之恩。摆了摆手，这里的山贼已死，你们下山去吧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露出落寞之色。我们下山能去哪儿呢？家都没了，家人也没了。是啊，还不如死在这里。你们死了，大仇可无法抵报。还有谁是我们的仇人？是啊，恩人，请你告诉我们。这黑风寨的背后乃是天斗军队，具体是谁我也不清楚。你们如果就这么死了，怎么为家里人报仇？只能是轻者痛，仇者快。
少男少女立时愣在原地，眼中满是痛苦之色。天斗帝国的军队一直都在保护我们，怎么可能是黑风寨背后的人？信与不信看你们，我知道的只有这些。你刚准备离开，突然脚步一顿，双眼紧盯着山寨口的位置，一位魂王级别的魂师正在快速赶来。对方和你的打扮几乎没有区别，都是全身包裹在斗篷下，怪不得刘生能够将你认成使者。对方看到你之后，瞬间站在原地，没有再向前一步。黑风寨的费用一直都是他在收，从来没有过改变。如今另一人出现，寨中的山贼全部死绝，就连抓来的少男少女都被放出，说明眼前之人是敌非友。这位朋友不知从何处而来。星斗大森林，魂王眉头皱得更深，他丝毫察觉不到你身上的魂力波动，这只能有一个情况，那便是对方的实力高他太多。既然你来了，那我便先走了。魂王立刻扭头离开，一刻都不敢多待。身为在战场上厮杀的天斗帝国军人，对危险的感知极其敏感。且慢！魂王没有丝毫停留的意思，立刻施展武魂飞快出逃。你立马怒吼一声，虎啸钻进魂王的脑中，瞬间将其震吐血。他伸手抹掉嘴角的鲜血。这位朋友是要和我为敌吗？你可想清楚了？你高高跃起，转眼便落在魂王的面前，挡住他的去路，一身气息毫不掩饰地释放而出。魂王瞳孔瞬间缩紧。你是魂兽，怎么可能？你一把抓住他的脑袋，将其扔回山寨之中。魂王艰难地从地上爬起，看向眼前的少男少女。我乃天斗帝国第1军团麾下营级指挥官李飞，我命令你们掩护我下山寻求支援，剿灭魂兽，如有违抗，一律当斩。你能下山再说吧。李飞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，他强撑着起身，将距离他最近的一名少女挟持。王八蛋，放我离开，不然我立刻杀了他。你脑袋没问题吧？我是魂兽，你挟持一个人类威胁我，你觉得有用吗？李飞脸色变幻不断，但依旧不松开少女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些人是被你救出来的。一只魂兽解救人类，还真是够稀奇的。你将威压放出，把李飞压得动弹不得。一个小小的魂王有什么资格威胁我？李飞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抓住他的脑袋，将人提起。白虎大人，我们有事好商量。我是营级指挥官，管辖着一座城，几10个村庄。只要您放我一条生路，保证可以让您在我的辖区内任意的破坏吃人。你这个混蛋，你可是天斗帝国的军人，怎么能这样做？你们不过是些普通人，必要的时候做出牺牲是应该的。你真该死！你的虎爪用力一捏。虽然我很看不起人类魂师，但是你再次刷新我对你们的认知。李飞的头颅爆碎，尸体重重砸在地上。你没有过多停留，转身离开。这里发生太多事，难免会引来高等级魂师，还是收拾战利品回森林吧。恩人还未请教姓名，之后该如何报答？举手之劳，不必多言。你走后，只剩下被救出的一群少男少女站在山寨之中，他们许久没有说话。山寨中微风吹过，带起阵阵血腥味。我要去参军，我要去军队中查明背后之人，为家人报仇。算我一个。此时你带着一个巨大的包裹，向着星斗大森林走去。百年蜂鸟在上空盘旋。老大，我们为什么要救那些人类？一起杀了算了。都是些普通人，对我们构不成危险。距离星斗大森林越来越近，百年蜂鸟的鸣叫声远远传出。一众魂兽听到后立刻躁动起来，他们快速向着入口处跑去。老大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大王都带些什么回来了？一些吃食，还有一箱子魂币。要那玩意儿干什么？魂币在星斗森林中可不流通。你将巨大的背包放在三眼妖狐的身上，丝毫不顾及他幽怨的目光。这些魂币可是有大用处，到时候咱们可以去人类的城镇之中消费。老大，恐怕还没进城镇，咱们就被军队围杀了。这不是有老大我吗？怕什么？以目前的年限增长速度来看，最多1-2年，肯定能带你们去人类城镇消费。一转眼，你来这里的日子已经满1个月，年限也到了43300年。你仰天怒吼，强大的魂力威压毫无保留的释放。万年鬼王虎、三眼妖狐和地穴魔蛛全部吃惊的看着你，他们都被压在地上，几乎无法动弹，全都想不明白老大为什么能够成长得这么快。众兄弟，给我向着混合区进发！百年蜂鸟高高飞起，鸟鸣声不断。片刻之后，外围的魂兽全部向着混合区进发。外围的垃圾立刻退出去，不然别怪老牛我不客气。大王，交给妾身来。三眼妖狐扭着腰肢走了出去。骚狐狸，你的那股骚劲在老牛这里不管用。三眼妖狐额头上的第3只眼缓缓睁开，一道金光瞬间射出。石牛的双眼变得混乱，他不断地摇晃着脑袋，想要保持清醒，但是却无济于事。很快，石牛双眼呆滞，乖乖地跪在三眼妖狐的面前。大王，妾身做得怎么样？给他解了吧。三眼妖狐生气地别过头，不情不愿地将精神控制解开。石牛，给你2个选择，臣服我或者死。石牛站起身，2道热气从鼻孔之中喷出。用这种手段算什么好汉？有本事和我硬碰硬！给脸不要脸！如果不是老大留情，你现在已经死了。你拦下鬼王虎，想和我硬碰硬？好，我满足你。老大，石牛的防御极强，虽然只有2万年年限，但是防御却堪比3万年魂兽。我知道。你走到石牛面前，我是43000年魂兽，我也不欺负你，只要你能扛住我一爪，便放过你。从此我和我麾下兄弟不再打你的主意。这
可是你说的。4万年魂兽又怎么样？石牛对自己的防御有信心，不过一指而已，还能要了他的性命不成？再说对方可没有说他不能躲避。不管石牛在想什么，虎眸之中寒光闪过，虎爪快速挥出。石牛本来还想躲避，但是看着平平无奇的攻击，瞬间站在原地。你的攻击落在石牛的身上，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。石牛看着自己毫发无伤的身体，十分不屑。还以为你有多厉害，不过如此，故弄玄虚。老牛不陪你们玩了，记住你说的话，你和你的手下以后不能。石牛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他双眼瞪大，此时一道爪印显现，他的身体突然飙血。石牛，凡事不能高兴得太早。石牛倒在地上，腹部剧烈起伏着，他引以为傲的防御竟然被瞬间击破，还对他造成重伤。这样的战力根本就不是45000年魂兽该有的。服了吗？白虎老大，我石牛服了。你招招手，让麾下魂兽将重伤的石牛抬下去，随后继续向前进发。不出1天的时间，混合区边缘的魂兽便被尽数收服。有些不服的，你毫不留情地将其击杀，给兄弟们加餐。突然进攻势头凶猛的兽群停滞下来。老大，不好了！前面出现一只强大的魂兽，鬼王虎、三眼妖狐和地血魔蛛都被打败了。你远远看去，只见一只全身漆黑，上面流动着暗金色魔纹、背生双翼的魂兽，正用一双猩红树瞳看着你。你一眼便认出了它是暗魔邪神虎。传说它是邪神分身，还拥有着邪神领域。让所有兄弟后退100里。鬼王虎等魂兽退回。老大，这家伙很厉害，你要小心。大王小心啊！我们3魂兽合力在他的手下都走不过一招。地血魔蛛没有说话，他的口气都被暗魔邪神虎打碎，8条猪腿只剩下3条。你虎眸微眯，向着暗魔邪神虎的地盘走去。暗魔邪神虎怒吼一声，背后双翼完全展开，达到惊人的20米。白虎，最近你的名头在星斗森林中很响亮，本神早有耳闻。你此时不再压制脑海中的杀意暴力，全部放开，任由其支配自己的身体。那就如你所愿。随即你的虎眸变得通红，全身血液沸腾，陷入暴走之中，伴随着一声震天怒吼，你化为一道血色残影，在出现时已经在暗魔邪神虎的面前。猩红的虎爪狠狠地拍去，暗魔邪神虎都来不及反应，便被拍飞100米。他不可置信地看着你，自己开启邪神领域，本意是让对手迷失在杀意、暴力、色欲的情绪之中，怎么还变得更强了？暗魔邪神虎不甘地怒吼一声，挥动双翼冲来。当两者再度分开的时候，双方的身上都带着不小的伤，尤其是你肩膀上的伤口，此时已经向着胸口处蔓延而去，腐烂的速度极快。暗魔邪神虎此时也支撑不住邪神领域，只能无奈将其收回。你的双眼慢慢褪去，红色理智逐渐回归，双方大战再次触发，谁都不愿意认输。很快1天过去，此时你的年限已经不知不觉中再次增长1440年，补充着消耗的体力和魂力。暗魔邪神虎，持久战你可没有胜算。暗魔邪神虎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他知道你说的没错，能把本神逼到这个份上，你还是第一个。只见他的蝎尾钩尖突然射出血光锁链，强行锁定将你拉进生死竞技场之中。你打量着周围的空间，再看看自己稚嫩的身体，不禁感叹着这里的神奇。这里是生死竞技场，绝对死斗领域，你和我今天只能一个活着走出去。都回归幼年体，你以为自己就能杀了我了？我的领域之中，我做主。暗魔邪神虎立刻发动进攻，两虎谁都不让谁，疯狂厮杀。不过很快暗魔邪神虎便察觉到不对劲，一开始对方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他按着打，但是仅仅1分钟过去，竟然长大一些，还能做出反抗。1个小时之后，暗魔邪神虎看着体型是他3倍还多的白虎，愣在了原地。这到底什么情况？说好的大家都是幼年体，怎么打着打着还长大了？生长得太快，暂时有点不适应，你见谅。别得意，本神是不会失败的。片刻之后，暗魔邪神虎眼睁睁地看着你的体型再次长大，一圈身上爆发出100年魂兽的气息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你走到暗魔邪神虎面前，伸出虎爪，轻松将其制服。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1分钟便能增长1年年限。从进入你的决斗场开始，我们之间已经厮杀了将近2个小时。如今我已经是100年魂兽，你拿什么和我打？这不可能，我可是邪神的分身，都没有这样变态的能力。你一只普通的白虎怎么可能有？你在骗我！你一定是获得了神王级别的传承，不，你一定是那位神王的分身。暗魔邪神虎已经陷入癫狂状态，你摇摇头，虎爪挥下，轻易便将他击杀。生死竞技场立马消散，你恢复原状，出现在战场之中。这时，一颗黝黑的珠子从暗魔邪神虎尸体内缓缓飘出到你面前，你一口将其吞下，重重吐出一口气。邪神想要将我作为器皿，那我倒要看看谁更加厉害。你的身体瞬间被一股极其邪恶的气息所包裹，一道道黑色魂力丝线从体内钻出，眨眼的时间便被包裹成一颗黑色的巨蛋，你整个人也陷入沉睡之中。大王，你怎么样？三眼妖狐着急的想要上前查看，但是被黑色巨蛋爆发的魂力击退。老大应该在吸收那颗黑色的珠子，所有魂兽将这里
里给我围死，不要让任何人打扰。此时你正在脑海之中抵抗着黑色潮水，突然其中出现一个人形，对方没有五官的脸盯着你的灵魂打量着。有趣，一只白虎的身体中竟然住着一个人类的灵魂。你就是邪神，或者说你是邪神残念。你知道的倒是不少，既然清楚，为何抵抗？继承邪神之力，你便能够拥有邪神传承，这可是成神之路。你不过是个2级神，我林玄还没看在眼里。狂妄！邪神瞬间大怒，黑色潮水猛地化成一个手持利器的巨人，狠狠攻来。你瞬间吐出一口鲜血，灵魂不断颤抖。这里是我的地盘，哪里轮到你来猖狂？你爆发出无与伦比的精神力，硬生生地将邪神残念的攻击抵挡住。好小子，我很看好你。邪神凝聚的身形不稳，变成大量黑潮水掉落，真是个大麻烦。你想了一圈，突然眼前一亮，立刻催动意识驱赶着黑潮水向着八蛛毛流去。片刻之后，你看着只挪动了一丝的黑潮水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样下去要猴年马月才能完成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做起大自然的搬运工，一点一点的搬运着黑潮水，融合进八蛛毛之中。这期间也在不断的锤炼着精神力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黑色巨蛋越来越有光泽，没有了大王坐镇，一众魂兽也没有继续扩张，都在保护着黑色巨蛋。时间飞逝，又是1个月过去，黑色巨蛋已经不再排斥一众魂兽接触，百年蜂鸟落在其上。老大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？蜂鸟，你快下来，跑到老大的蛋上干什么？死猫，用你管，我愿意。百年斑斓猫立刻扑去，撞在黑色巨蛋之上，清脆的声音响起：“老大，你不会要死了吧？”他瞬间被吓得痛哭流涕，爪子不断地扒拉着黑色巨蛋上的裂缝，想要阻止其继续扩散，但是无济于事，裂缝越来越大，转眼便扩散至整个蛋身。死猫，你做了什么？老大出了什么事？我和你没完！百年斑斓猫此时已经绝望，大家辛辛苦苦守护了1个月的蛋，没想到竟然被他一下撞裂了。三眼妖狐、鬼王狐等魂兽听到动静走过来，见到布满裂缝的黑色巨蛋，瞬间脸色大变。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撞了一下。这么大一颗蛋摆在这里，你说你不小心撞了一下？地穴魔蛛虽然没说话，但是也是紧张地盯着黑色巨蛋。鬼王虎一把将斑斓猫按在地上，老大要是有什么事，我活吞了你！百年斑斓猫此时吓得一动都不敢动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黑色巨蛋，只希望老大能够平安无事。此时星斗大森林混合区域内，你将黑色巨蛋中最后一点黑潮水驱赶进八蛛毛后，意识逐渐回归身体，你只感觉自己的骨头都软了，活动着四肢慵懒地伸着腰。此时黑色巨蛋上已经布满裂缝，还不等你破壳而出，碎片便开始掉落。外面的魂兽此时全部将注意力集中到你身上，没有再管斑斓猫。巨蛋破碎，你出现在一众魂兽的面前。我沉睡了多久？1个月。大王，你可算醒了。还不等三眼妖狐上前，一道身影突然从一众魂兽之中窜出，跳到你身边。老大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刚刚吓死我了。百年斑斓猫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你一把将其抓起。你哭什么？谁欺负你了？刚刚是他一头将黑色巨蛋撞裂的。那你就要吃了我。如果老大真有什么事，我第一个活吞了你。百年斑斓猫立刻哭丧着脸看向你。老大，摆摆手。好了，鬼王虎，别吓他了。三眼妖狐走上前，不着痕迹地将百年斑斓猫扒拉开。大王，这次沉睡1个月，提升大吗？你这才想起来看自己此时的状态，年限86500年，战力更是翻几倍。你站起身，背后八蛛毛长出，完全展开之后，竟然达到惊人的30米，模样也完全大变，其上生出片片黑羽，合起来宛若翅膀一般。你挥动八蛛双翼，立刻腾空而起，转眼便出现在星斗大森林外围入口处，再次挥动双翼，便出现在一众魂兽的面前，速度之快，称之为瞬移也不过分。他们竟然硬扛着对方的攻击向前，真是疯了！我们先后退，一会他们爆发出的能量余波可不是我们能扛得住的。一众魂兽立刻照做，刚刚那样的情况他们可不想再经历一次，简直就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。此时你和泰坦巨猿的对轰依旧猛，双方谁都不让谁，都咬着一口气想要将对方击退。泰坦巨猿突然怒吼一声，全身蒙上一层红色，双臂肌肉膨胀，硕大的拳头之上红光涌。你也不甘示弱，一声怒吼，虎嘴之中开始凝聚魂力，能量光团越来越大，压迫感越来越强。泰坦苍穹巨炮！泰坦一拳轰出，红光瞬间宛若激光炮一般射出，你丝毫不退。白虎啸天才诀，一道白光从虎嘴之中喷出，和红光撞在一起。他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弄死对方吗？所有魂兽退到混合区。这时你和泰坦巨猿之间的攻击猛然爆发，两道能量光柱被挤压的四处飞射，所过之处便是深沟险壑。一众魂兽见状疯狂后退，鬼王虎此刻也顾不上其他，立刻向着混合区狂奔。突然他全身毛发竖立，立刻跳起，瞬间一道光柱从他的身下飞过，留下深深的沟壑。鬼王虎闻着身下传来的淡淡的肉香味，眼皮直跳。他低头看去，只见自己的腹部出现一条灼烧伤口，要不是缩得快，恐怕鬼王虎一族就此断绝了。紧接着一声爆炸响起，
起，一颗巨大的红白能量球出现在星斗大森林之中，并快速向着四周扩散，所过之处全部夷为平地。爆炸消失之后，你和泰坦巨猿同时出现，身体没有一处好肉，鲜血染红了全身皮毛，要么轰轰烈烈的死，要么默默无闻的生。天青牛蟒沉默下来，他看向星斗大森林外。几年前小舞也是执意要化成人形，为了给被武魂殿击杀的母亲报仇。相比起来，至少你所做的事是宏大的。你双目紧闭，整具身体都沉到生命之湖中，身体上的伤口经过湖水的浸泡，正在快速恢复。转眼又是一天的时间过去，如今你的年限即将突破9万年，战力已经是星斗大森林顶尖的那一批。对于冰火两仪眼的事情，也该提上日程了。记得唐三去落日森林是在预选赛开始之后的事情，也就是说现在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。不过因为你的介入，唐三没有获取到2000年人面魔蛛的魂环和8蛛毛魂骨，说不定事情会发生什么改变。如此一来，还是早些去稳妥一点。如今在星斗大森林之中，只有核心区的9万年千钧一黄三兄弟和7万年的血皇虫后还没有收复，前者合力之下能够力战唐昊，战力不可小觑，而后者可以分裂大量吸血虫群，哪怕是魂斗罗小队在其面前也只有被吞噬的份。此时你从生命之湖中站起，身上的伤口已经全部复原。我们再战，等我回来一定让你尽兴。你去哪？出去走走。去星斗大森林外吗？对，我知道一个地方有宝物，你去不去？不行，我和大明不能离开这里，外面很危险，你会死的。你上前一把搂住泰坦巨猿的肩膀。那你有没有什么宝物之类的给哥们用用？没有，人类魂师之中有几个真的很强，就算我和大明合力，可能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你真的要出去？你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体，以现在的体型，恐怕一走出星斗大森林便会被发现。还是老老实实在这里修行吧。你现在距离成为10万年魂兽还需要8天不到，倒是也不用急于这一时。这时泰坦巨猿戳了戳你，来战！好啊！你和泰坦巨猿之间拳拳到肉的战斗再次开始。为了不造成太大的破坏，双方都只用纯粹的肉体力量，不动用魂力。对轰的声音极大，几乎传遍整个星斗大森林。鬼王虎等魂兽不解地看着禁区的方向，怎么回事？又打起来了？没谈拢吗？难不成是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轮番和老大对战？那老大不是必输无疑？老大输了，我第一个活吞了你！老大加油啊！你的身上背负的可不止1条命啊！接下来的1周之中，白天拳拳到肉的轰轰声不断，夜晚立刻安静下来。大王真男人，竟然能连续对战2大兽王7天。第8天，你从生命之湖中站起，年限已然达到10万0900年。你要出去了，先去做点小事，然后再出去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去诺丁城看看一个叫小舞的姑娘吗？我这个样子恐怕会吓到她。不会的，你的身上有我和大明的气息，她知道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去看看她的。你刚走出禁区，远远的便传来一声鸟鸣声。老大，你可算出来了！他们都说你独占2大兽王7天7夜。你听着他的话，总感觉有点不对劲。小蜂鸟，你说9万年的千钧一黄三兄弟和7万年的血皇虫后，我们先打哪个？这2个家伙都不好惹，老大，你说哪个就哪个吧。你抚摸着百年蜂鸟的脑袋思索，不能杀死血皇虫后，将它收服之后的用处更大。相反，千钧一黄三兄弟则仗着自己的力量，对于万兽殿很是不屑，横行霸道。如果你离开星斗大森林，他们一定会对万兽殿的魂兽进行报复。由此想着，你便出现在千钧一黄三兄弟的地盘之中。刚刚踏入，便感觉一阵地动山摇，转眼3只体型巨大的千钧一黄便从地下钻出。白虎，你一直没有出现，我们3兄弟还以为你不敢来呢。你的目光在他们身上来回打转，全身被暗金色甲壳覆盖，上面刻有血色力量铭文，6条腿如同立柱一般，生有12只猩红的复眼。老大的脑袋上生有3根金色尖角，前角之上还缠绕着黑雾。老二的背部生有倒刺，左复眼破碎。老三的甲壳之上似乎有银色纹路在流动。据你所知，老大主攻老二决策，老三负责突袭和骚扰。再问你们一次，真的不愿意加入我万兽殿？什么狗屁万兽殿，杀了你都是我们的。是吗？我也很期待你们的魂骨会是什么技能。这时一道银色流光向着你冲来，你冷哼一声，抓住千钧一黄老三头上的双脚，虎爪用力，竟然生生将其掰下。咔嚓的声音接连响起，你手持双脚当武器，不断刺进老三的体内，巨大的力道轻易便将他的甲壳撕碎。千钧一黄老大此时也顾不上其他，头顶的3根金色尖角狠狠撞来，你故技重施，抓住老大的2根尖角，想要将他逼挺。他再次怒吼一声，缠绕着黑雾的2只前脚重重踏在地上，你瞬间感觉一座大山压在身上。千钧一黄老大突然发力，硬顶着你连连后退，第3根金色的尖角距离你的腹部越来越近，眼看就要刺入体内。力量果然强悍，还有更强的。千钧一黄老大怒吼一声，6只脚立刻同时踏地，随着轰隆一声响，一个足有1000米直径的深坑出现，你瞬间掉落下去。千钧一黄三兄弟站在边缘，向着坑底看去，却发现空空如也。白虎呢？在天上。千钧一黄三兄弟立刻抬头看去，发现你背后竟然生出一双黑色翅膀，挥动间落下片片黑羽虚影。这是什么？一只白虎怎么可能长出翅膀？
老大，白虎在天上，我们攻击不到，没办法，先撤吧。你见千钧一黄三兄弟准备钻入地下，立刻挥动羽翼向着下面冲去，眨眼的时间便出现在老二的面前。他身为千钧一黄三兄弟中的智囊，必须先除掉。你压在老二的身上，八蛛双翼瞬间分开，切换为八蛛矛，猪腿狠狠刺入老二的复眼之中，疯狂吸收着他的生命精华，顺带着注入被邪恶之神黑潮水混合过的毒素。千钧一黄老二瞬间痛苦的挣扎着，发出阵阵哀嚎声。剩下2只千钧一黄见状，立刻钻出地面赶来支援。等的就是你们。你挥动八蛛双翼出现在老三的面前，一爪下去，本就有伤的老三瞬间甲壳碎裂，露出里面的血肉，2道寒光爪印再次袭出，血肉被搅碎，伴随着哀嚎声死去。如今只剩下千钧一黄老大、老二、老三的惨死，让他失去了最大的合体记忆障。白虎，我愿意加入万兽殿。不行，我还等着你爆魂骨呢。你加入万兽殿，我怎么办？白虎，你真要这么赶尽杀绝？是又如何？千钧一黄老大见状，立刻钻进地下。白虎，你杀不了我的！你虎眸微凝，八蛛双翼挥动间，直冲进地下，向着千钧一黄老大追去。真是狂妄，竟敢追入地下！那就在地下迷宫击杀你，给老二、老三报仇！你虎嘴张开，一道白光瞬间喷出，快速向着千钧一黄老大攻去。他身为纯力量型魂兽，面对这样的攻击反而有些束手束脚，不好招架。趁着千钧一黄老大硬抗的空隙，你羽翼挥动，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。给我出来吧！你抓住千钧一黄老大的双脚，直接破土而出，停在半空。离了地面，你的战力还有多少？你一把将他扔在空中，挥动八蛛双翼，化身黑白双刃，向着对方快速斩去。等你落地之时，千钧一黄老大也被切割成无数块，逐渐掉落。伴随而来的还有一块金灿灿的左臂骨，上面布满红色的奇异纹路。你将其捡起，毫不犹豫地融合。片刻之后，你活动着左臂，并没有什么异样，只是感觉虎爪之上力量增加不少。这块魂骨名为千钧之左臂骨，纯力量型，魂技名为千钧神力。启用之后，血纹布满全身，10分钟之内力量可增加10倍。你扭头看着地上千钧一黄三兄弟的尸体，周围已经被大量魂兽所包围，他们一个个蠢蠢欲动。吃吧，这些是你们的。一众魂兽立刻蜂拥而上，将千钧一黄三兄弟的尸体吞噬干净。如今只剩下7万年的血蝗虫后还没有归顺。你看看天色，时间尚早，可以走一趟。这星斗森林中的魂兽可是辛辛苦苦打下来的，你可不想出去一趟再回来，自己万兽殿这点家底就被消耗没了。此时你看着眼前臃肿如同肉山一般的血蝗虫后，对方暗红色的虫甲下流淌着血丝，体表镶嵌数百颗人类头颅，那些都是他的战利品。你虎眸微凝，眉头皱起，实在是血蝗虫后的样子让人感觉有些不适。在那巨大臃肿的腹部之中，还清晰地看到正在蠕动的幼虫。白虎，你果然有些实力，竟然能够灭了千钧一黄三兄弟。和他们没有谈拢而已。你准备和我怎么谈？那要看你是什么态度。怎么？难不成还要我服侍你？倒也不必，你加入我万兽殿即可，保证不伤害我方兄弟，共同对抗人类魂师。加入万兽殿也不是不可以，只不过你能带给我什么？万兽殿日后一定会成为大陆第一的势力，我们魂兽的处境一定会被改变。血蝗虫后突然挪动肥硕臃肿的身体，所过之处留下血毒沼泽。听起来很不错，我很期待你的话实现的那天。不过，如果哪一天你死了，我会第一时间接替万兽殿。我不会死。现如今整个星斗大森林之中的魂兽基本上全部被你所收服，那么现在也该去冰火两仪眼吞噬仙草了。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便是身躯太过庞大，就算做了伪装也不过是掩耳盗铃，这可怎么办？要是能变小就好了。如此想着，你体内的魂力宛若能听懂话一般，竟然自行运转起来。片刻之后，你整具身体都变得和成年男人一般大小，只不过依旧是白虎的样子。你活动着手脚，发现自己虽然身体变小，但是魂力、力量、防御等没有丝毫变化。于是你趁着夜色走出了星斗大森林。这时一声鸟鸣传来，百年蜂鸟以平生最快的速度冲了出来。老大，怎么能不带我呢？小蜂鸟，此行危险，你不如待在星斗大森林之中。老大，我要和你一起去人类世界见识一下。虽然我没有什么战斗力，但是我的速度极快，人类魂师之中很少有我的对手。万一老大你被围攻，我也能快速飞回来报信。老大，你就带上我吧，上次都是我和你一起去的。你只好点头同意。5天之后，你出现在落日森林之中，确认方向之后，立刻加速向着冰火两仪眼狂奔而去。百年蜂鸟此时也按捺不住，在落日森林之中快速穿梭。小蜂鸟，小心些，这里还不是我们的地盘。知道了，老大。你无奈地摇摇头，算了，任由它飞吧，有你在，还是可以护得住小蜂鸟的。它高兴地穿梭在森林之中，全然不知已经被暗中的魂兽盯上了。突然，百年蜂鸟急速飞驰的身形一顿，双眼之中满是疑惑，尝试着挪动身体，扇动翅膀，却发现根本无法动弹。到了这时，他才明白自己被什么透明的东西粘住了。一只千年级别鬼面蛛已经从暗处露出身形，顺着透明的蛛丝快速向上爬去。老大，救命啊！慌张之下，百年蜂鸟不断扇动翅膀，但鬼面蛛的透明蛛网越挣扎粘得越紧。很快，百年蜂鸟连动都无法动弹。大哥，
我就一点点，你都吃不饱，不如放了我吧，我就不耽误您去抓下一只魂兽了。您快给我放开，我立刻就走。鬼面蛛丝毫不在意百年蜂鸟的祈求，亮出锋利的口气，二话不说便准备一口咬下。老大！百年蜂鸟被吓得闭上眼睛，下一刻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，百年蜂鸟缓缓睁开眼睛，竟发现自己没事。千年鬼面蛛已经被你的虎爪劈成数块，你将透明蛛网撕开，放出百年蜂鸟。老大，你终于来了！我刚刚差点让那个可怕的家伙吃掉，吓死我了！老大，我再也不乱飞了。一段小插曲之后，你带着百年蜂鸟再次向着冰火两仪眼赶去。很快面前出现一片毒障，你深知其可怕，没有贸然走近，只见虎嘴张开，大量魂力开始凝聚，准备以高攻击蒸发这里的毒障。这比慢慢解毒要快得多。一道蕴含着强大魂力的攻击发出，毒障被轰出一个缺口。你再次轰出几道白虎啸天裁决，强大的能量将周围的毒障轰得土崩瓦解，很快便消融殆尽。只见几株仙草在冰火两仪眼的旁边熠熠生辉，几只万年以上魂兽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你。幽香绮罗蝶落在仙品，幽香绮罗之上，蝶翼半透明，挥动之间洒下无数粉状物。你知道那是能解百毒的异粉，还能克制壁岭蛇毒。小蝴蝶，要不要跟我走？幽香绮罗蝶疑惑地看着你，又扭过头看着其他几只万年魂兽。不论你跟不跟我走，我都要吸收仙品幽香绮罗。幽香绮罗蝶立刻飞起，着急地围绕着你不断扇动着翅膀。跟着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八角玄冰蝎和烈火性交鸟从冰火两仪眼的泉眼之中探出脑袋，警惕地盯着你，就连火山口的龙血然也慢慢逼近。小蝴蝶，你考虑一下，我先去解决另外3只魂兽。此时，落日森林冰火两仪眼内，龙血然怒吼一声，一股龙威散发而出，快速压来。你怒吼一声，虎啸震天，瞬间将其破除。你的龙威还不够格。转眼你已经压在龙血然的身上，虎爪不断挥下，片片血肉被撕飞。5万年龙血然不断痛苦嘶吼，双目血红，想要挣脱控制，你怎么可能会给他机会？虎爪挥出虚影，眨眼的时间已经将他背部的血肉撕完，露出其中的骨架和内脏。龙血然仰天长啸，无尽悲鸣，看向冰火两仪眼的泉眼，发现八角玄冰蝎此时消失在原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身后。龙血然立刻剧烈的反抗起来，八角玄冰蝎继续缓慢靠近，如同寒冰雕刻般的毒钩扬起，幽蓝色的极致冰毒在尾钩中流淌。你不动声色，依旧压在龙血然的身上。去死吧！八角玄冰蝎向着你的背后刺去，这时八蛛毛突然伸出，坚硬如铁的猪腿挡下毒钩，同时一只猪腿狠狠地扎进八角玄冰蝎的身体，轻松将其穿透。大量毒素和黑潮水不断注入他体内，一瞬间八角玄冰蝎便没了动静。你是在等他救你吗？他都自身难保啊。龙血然此时也已经没有力气反抗，他为了吸引你的注意，给八角玄冰蝎创造机会，几乎用尽自己最后的一口气，再加上大量鲜血流失，已经必死。你轻松穿透龙血然的心脏，帮你上路。就此你一举击杀5万年龙血然和3万年八角玄冰蝎，现场只剩下烈火性胶书鸟以及幽香绮罗蝶。随着靠近冰火两仪眼，烈火性胶书鸟立刻警觉起来，对着你不断低吼。虽然它只有2万年年限，但是对于敢抢自己宝物的人依旧毫不客气。你冷哼一声，虎爪随意扫过，烈火性胶书鸟立即被恐惧感所支配，挥动羽翼逃离。真是麻烦，你安稳的等死不好吗？八蛛双翼在你背后展开，只一个眨眼的时间便出现在烈火性胶书鸟身前，一道寒光闪过，它立马失去气息，掉落在冰火两仪眼的火眼之中。见状，你随手捡起八角玄冰蝎，将里面的毒素以及黑潮水吸收干净，随手将其也扔进冰眼之中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冰火平衡。你没有着急进入冰火两仪眼泉眼之中，而是扭头看着幽香绮罗蝶。你考虑好了吗？它迟疑片刻，从仙草上飞起，围绕着你不断转圈，双翼挥动过程中不断洒下大量粉状物。百年蜂鸟突然从你怀中钻出，小蝴蝶，臣服就叫老大。幽香绮罗蝶缓缓落在你的肩膀之上。老大，好，以后有老大罩你。你毫不客气地摘下仙品幽香绮罗，吞进虎口之中。百年蜂鸟也趁机吃下一小口花瓣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冰火两仪眼附近所有仙草都被你吞进口中。忘川秋水露、相思断肠红、奇荣通天菊、鸡冠凤凰葵、水仙玉鸡骨、绮罗郁金香，也不管有用没用，一股脑的全部吞下，也不用担心身体被撑爆。怎么说自己都是10万年魂兽，再加上还有进化后的八蛛双翼。此时你只感觉腹中数十道能量在乱窜，轻轻吐出一口气，走到冰火两仪眼前，将烈火性胶书和八角玄冰草摘下。老大，给我也来一口。百年蜂鸟跟着你每样仙草都尝了一口，导致现在体内同样有数十道能量乱窜。它此时的状态像极了醉酒，小脸上出现2片红晕。这么贪吃，也不怕撑死你。随着烈火性胶书和八角玄冰草进入口中，百年蜂鸟再也支撑不住，醉倒在你怀中。见状，你也不再犹豫，立刻跳进冰火两仪眼之中，接受淬炼。这时烈火性胶书鸟和八角玄冰蝎的血液缓缓流出，融进泉水之中。对此你并没有在意，冰火能量再加上乱窜的数十道能量在身体之中汇聚，它们之间不断相互抵触，相互交融，最后化成丝丝精纯能量融进体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一边身体燃烧着熊熊烈火，一边身体之上不断冒着极冰寒气。百年蜂鸟的情况和你差不多，身体一半红一半蓝，整只鸟依旧陷入昏迷之中。很快1天时间过去，你和百年蜂鸟身上的火焰与寒冰更加明显，界限分明。幽香绮罗蝶
停在幽香绮罗花丛之中一动不动，一双眼睛片刻不离地盯着你。在他的记忆之中，还是第一次有魂兽能够吞下如此之多的仙草不被撑饱，更何况对方还跳进冰火两仪眼之中，这更加不可思议。远处刚刚回到落日森林的独孤博，双眼微眯，墨绿色的树瞳盯着冰火两仪眼的方向，一动不动。那里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会有如此强的气息出现？还是10万年魂兽？怎么可能？越靠近冰火两仪眼，独孤博的心便越沉。他布置在这里的3层毒障竟然已经消失不见，那可是能够抵挡封号斗罗级别的。他将自身气息隐藏，树瞳警惕地观察着四周，突然远远看到冰火两仪眼之中坐着一个人，不是人形魂兽，不对，是一只白虎。他就不怕其中的火毒和冰毒吗？独孤博一时间紧张到不敢动弹，他本就不适合单挑，更别说遇上这种主攻伐的魂兽。不过如今这只白虎正在冰火两仪眼之中修行，看其状态似乎正在关键时刻，要不趁机出手拿下它？独孤博本来只打算过来看一眼，但是心中突然萌生的想法一时间无限扩大，他的双眼变得火热，根本无法挪动脚步。那可是10万年魂兽啊！击杀之后极大概率掉落10万年魂骨，而且这只白虎能够在蕴含冰毒、火毒的冰火两仪眼之中修行，掉落的魂骨说不定很契合我的毒武魂。此时你依旧在疯狂吸收着冰火两仪眼中的能量，虎躯宛若一个无底洞一般，吸收个没完。时间飞逝，转眼又是2天过去。你突然睁开双眼，目光如炬，竟然能够轻易看清毒物之外的东西，大到魂兽，小到植物脉络。此时体内浑厚的魂力宛若汪洋大海一般，一身骨骼被淬炼得如玉般晶莹剔透，甚至能够看清里面流动的精髓。全身此时也布满金色纹路，一身防御加倍提升，金刚不坏身出城。冰火太极图立在身前，冰火能量有序运转。突然你仰天怒吼，实质性的能量光柱冲破上空毒障，直冲天空而去。你猛地跃起，展开8株双翼，停在半空之中。冰火太极图已经融进体内，张开虎爪，冰火瞬间出现，上面传来的恐怖温度让你意识到，并不是普通的火焰和冰霜，更像是极致之火和极致之冰。这时头顶的天空雷云凝聚，将你锁定。你虎眸微凝，在落日森林之中，因为冰火两仪眼的辐射，雷云应该无法锁定这里才对。低头看去，此时的冰火两仪眼竟然变成一汪清泉，就连笼罩在四周的冰火毒障也被你刚刚吼出的能量光柱击破。一个巨大的口子在天空中缓缓扩大，随着毒障快速消失，笼罩在落日森林上空的雷云显出真身，其内翻涌着金黑色雷霆，给落日森林中的所有魂兽带来极大的压力。99混沌雷真是看得起我林玄。你活动着手脚准备迎接，刚刚消化完大量仙草和冰火两仪眼的能量，此时正感觉全身有使不完的力气。正好雷劫降下，那便试试自己的实力。天空中的雷云似乎也感受到你的战意，雷鸣声更加响亮，翻涌的金黑色雷霆竟然隐隐有化龙的趋势。如此之大的动静引起了四周宗门势力的关注。距离最近的天斗城中，雪夜大帝强撑着身子站在窗前，远远看着笼罩在落日森林上空的雷云。这是今生10万年魂兽的雷劫，竟然如此可怕，哪怕远在皇宫之中，依旧能够感受到强大的威压。我记得独孤爱卿说要回落日森林一趟。是的，父皇，他2天前便已离开，现在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在落日森林之中。竟然如此之巧，碰上10万年魂兽渡雷劫。父皇不必担心，以独孤克卿的速度，现在说不定已经脱险。雪清河虽然这样说着，但心底里却希望独孤博能够死在落日森林之中，这样一来他以后的计划就会顺利很多。与此同时，七宝琉璃宗内，宁风致也被突然的雷声所吸引。竟然有魂兽能够打破规则，在落日森林之中晋升10万年，这样一只魂兽出现，对我们魂师来说恐怕不是好事。魂兽界又要增加一只兽王了，以后落日森林也要出现禁区了。威压如此之强的雷劫，极大概率是主攻法的魂兽。另一边，武魂城顶尖战力全部现身，凝重地看着落日森林的方向。全国魂师大赛即将开始之际，竟然诞生一位10万年魂兽，这兆头也不知是好是坏。让人去落日森林附近盯着，有任何情况随时汇报。武魂殿立刻派出魂师小队前往落日森林。昊天宗内，唐啸站在山头看着远处天空中凝聚的雷雨，脸色平淡。我昊天宗避世不出，外面闹个天翻地覆，又与我何干？蓝电霸王龙家族的玉元镇同样看着天上的雷云，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喜怒。落日森林之中，你看着凝聚完成的巨大雷云，怒吼一声，满是挑衅的味道。第一道金黑色的雷霆瞬间落下，来得好！你的虎爪之上出现极致之火和极致之冰，准备迎上去。突然，一道身影竟然快速从身边掠过，向着落下的天雷冲去。何方宵小，竟然敢对我老大出手？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一声清脆的鸟鸣声响彻天际，蜂鸟的双翼在天空留下冰火轨迹。小蜂鸟，快回来，危险！此时距离天雷越近，蜂鸟越察觉到其中蕴含的恐怖能量，它挥动的双翼都在颤抖，立时停在半空中。我老大叫我回去，先饶你一次。空中再次出现一道
冰火轨迹。蜂鸟使出吃奶的力气飞行，恐怕这是它活了这么久第一次飞得这么快。老大，我觉得还是你亲自出手比较好，我还是回去保护小蝴蝶好了。你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，早早便做好了准备。八蛛羽翼挥动，大量火与冰霜悄然落下，以极快的速度冲向金黑色天雷。你身上亮起金色纹路，整个身躯都显得霸气无比，撞在第一道金黑色雷霆之上，发出震天般的声音，隆隆声远远传去。你眼中露出疯狂之色。金黑色天雷乃是99混沌雷，一共有9981道，是3种雷劫之中等阶最高的。虽然我现在是10万年魂兽，经历过冰火两仪眼淬体、金刚不坏之体出城，但想要在此刻面对9981道混沌雷，也是难度极大。不如趁着还有力气反抗的时候，护住全身经脉，任由雷霆淬炼身体。根据年限的成长速度，几乎不到3个月便要再次经历雷劫。就算这次能够强行度过，那么到20万年、30万年时降临的雷劫该怎么办？难不成要像天梦冰蚕一样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不经过雷劫的洗礼？虽然他成为了100万年魂兽，可最后还不是主动成为霍雨浩的魂环。你可不想走这样的路，你要成为第一个度过100万年甚至200万年、1000万年雷劫的存在。可以见得今天的99混沌雷将会是今生遇到的最弱的雷劫，也是你奠定强者之路的第一块基石。如果就此浪费，那么接下来等待你的可能全部都是坏消息。想到此处，你的虎眸变得坚定，主动向着雷劫撞去，任由其包裹全身。在第一道混沌雷的淬炼下，你全身都散发出焦糊味，口中已经流出鲜血。怎么样，混沌雷的滋味好受吗？还真是没想到，你竟然能够引来最高等阶的99混沌雷，还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。邪恶之神的声音突然在你脑海之中响起，你此时没有时间搭理他，一撅屁股，你就知道要说什么，不就是抛出各种条件诱惑自己接受传承？白虎，本神可以给你指一条明路，接受本神传承，立刻便可以免除雷劫。怎么样，本神对你好不好？滚！邪恶之神顿时愣在原地，他好歹也是神，竟然被一只10万年魂兽给吼了。现在的后辈都这么不懂礼貌吗？我告诉你，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，一会就算你哭着求本神，也不会将神位传给你，这就是得罪本神的代价。滚！老子不稀罕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继承神位虽然能免除雷劫，但却要一直受制于你。如果是那种情况，老子宁愿死。老子今天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度过这99混沌雷劫的。你的声音快速向着远处传去，此时正巧武魂殿的魂师小队赶来，他们听到此话后瞳孔震动，谁都没有想到正在渡劫的10万年魂兽竟然拒绝继承神位。这样的劲爆消息传回去，恐怕能够震掉全大陆人的下巴。